看到我身后的棉花堡，就知道我得走6公里到下一个镇 Kiribati， 应该是2个钟头吧。这个走路，走了大概2-3公里了，还有一半得走。现在就是要上那个斜坡，斜坡下面应该是离那个 Kiribati 蛮近的啊。看到这个脚车道，走在这里总比走在路旁安全得多。终于可以闻到 Karahati。来到这里就一家一家问，就是因为我第一家的酒店是处于好像还没有开，就是怎么打都打不到，然后就到处去找这一家，他扣我是220，最后杀价，是觉得有点贵。这一家600，天哪，怎么想我都住不下去。这一家150，不过我跟他好像似乎有语言沟通障碍，就是怎么讲都讲不到，所以我就暂时就 KIV 一下。这一家220，我就来试试看，问问这间apartment， OK， 究竟要 charge 我多少钱？开价150里拉，不过呢，跟他就是象征性的就跟他杀一下，他就跟我减到130，好了，就敲定了。反正那几十块里拉也算不了什么大钱了130里拉。房间开箱，这里有一个小厨房、小客厅、2个床的单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水池。好了，外面就是有一个游泳池。卡拉哈迪基本上是一个温泉小镇，就大家就来这里吧。这里到处都是酒店，虽然我是没有做任何 booking， 我就来了，然后就一家一家去问到你看喜欢为止。这应该是他们抽地下水吧，把整个那个矿泉水就是把它从地上抽起来，然后供给这整个镇使用。那最高那层就是我房间，下面就有一个泳池，然后转角这里呢就有一个温泉，红色的。这是红色是因为铁质的关系。刚刚我们在户外泡温泉，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室内的。我当初还以为为什么这里没有塞，其实这就是他们的塞子，你就把它塞进去。然后呢，水呢就有2种水，一种是这应该是自来水，然后呢，这个就是这里的温泉水。来这里当然是泡这里的当地的温泉水，我就开红色的。
然后呢就让这个水缸慢慢的填满。这就是从 Denizli 来开往Pamukkale 跟 Karabati 的巴士。Karabati 是一个小到真的是不可以的城市，就是也不是城市，乡镇，就是这样。这就是整个 Karabati 的镇，它的地标就是这块大石头。它跟 Pamukkale 有点不同的是 ，Pamukkale 是白色的，这里是红色。红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含有铁质，还是温的，还可以来泡脚这些东西我就不做了，在房间就一大堆。其实这个镇真的是什么鬼都没有的，其实除了你要来就来泡温泉。我现在呢就来看看刚点了这个一小瓶的石榴水，他现在在帮我榨，一瓶是30里拉。这里还有一些小商圈，就是卖一些日常用品比较多日常用品，像衣服这些。其实还蛮便宜的，10块新币哦，不能是穷货还是比 Uniqlo 还便宜。其实土耳其也是有卖酒的，就是他们其实对酒还是比较宽容性比较大。我还蛮喜欢这种在街的一个角落头的那种店铺或者屋子的作业，就好像这样的这种一目了然，就不用去查什么翻译器什么东西，你只要指着那个照片就好了。其实这里开的店其实还不是很多，不过我还蛮喜欢这里比较淳朴的尘封。好了，我选择这个，因为它的火炉够大晚上就是要看到大火这就是他们的冰乳酪，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OK Thank you。 哇，这是冰与火的结合在冷天在火炉的旁边喝着冰乳酪在这个火炉的旁边我就坐下来，就叫了这个Adana Kebab， 它就是有肉饭，还有这些菜吧还有这个是沙拉，加上我刚刚叫的那个乳酪。这个肉还做得不错，不过令我大惊喜的是这个辣椒，它就是炸整个辣椒进去，有点辣，不过哇，整个在口里面脆到很好吃，真的是这是人生最大乐趣在室内享受温泉它的水还是红色的，跟那个游泳池的水一样。不过，在外有在外的好处，在室内有室内享受温泉的好处。好了，现在打扰你们了，我就自己也要慢慢的享受这温泉。拜拜。